即便知道对方所有的情报又如何？他还是天下第一，你们还是对付不了他。你方才放下的那一个卷轴，值100两黄金。你还没走？爷爷让我留下来，他说你或许需要我的帮助。我不要你的帮助。你想看的东西，我可以帮你寻到。白小堂，剑心中，暗河。是的，暗河的情报全在这里。我猜，这便是你要寻找的东西。但我也不确定你要找的这里是否都有，毕竟影宗不是万能的，不然天下白小就不会是白小堂了。这些都需要密石才能打开。而密石藏在我阿爷家中。我有。看来你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我曾以为，只要拿到这2把钥匙便能得到答案。后来发现，以影宗的态度，必然不会让我们进入其中，反而还会暴露目的，而被他们以此要挟。于是我和昌河便提前制定了这个计划。看来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怎么？落了些东西，在这儿等我。苏沐雨受了重伤。三爷，找机会在苏沐雨背后射出一箭，改变今晚这场战斗的结局。你去寻了什么东西？这就不便与你说了。把这栋楼都烧了吧。烧了，整栋楼。对。他方才露出的破绽，是故意的。不愧是影宗宗主，还是有几分实力的。我差点就输给你了。一切终于都结束了。我这一辈子就
竟是为什么而活？起来！你这个懦夫，将来要怎么样重振影宗？我要重振影宗。我不是什么影宗复兴的希望，我只是个小孩，我要出去玩。少宗主，老宗主已死，请少宗主接任宗主之位，重振影宗。请少宗主接任宗主之位，重振影宗。从那天起，我成为影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宗主。我这一辈子算是无比失败的吧？影宗不仅没有振兴，还在我的手中彻底消失了。我还失去了我的徒弟和我心爱的女儿。我听说临死之前，之前的回忆会像跑马灯一样在眼前闪过。我看你发了许久的呆，也是在回想自己的一生。别想了，看着我。来呀，你动手啊！啊！告诉我，天启城中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都有谁？怎么？你是想把他们都杀掉是吗？是又如何？你觉得我杀不了你？可我不还是把你们都杀了？放心吧，如果让人知道，在江湖上恶名昭著的杀手组织背后竟是朝廷所控，那会引起天下的恐慌吧？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，也不过是寥寥几人。寥寥几人便是友人。告诉我他们的名字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怎么样，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找到了。这老头怎么处置啊？哎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问你啊？明明我才是暗河之主，要我说，就把他的手脚都砍了，要不然他是不会告诉我们天启城中还有谁盯着暗河。就算你斩断他的手脚，他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杀过的人不少，这样的眼神，应当也见过不少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无趣啊！我不过就是想折磨他一下罢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秉承这最后一点的良知，
我愿意听听。是影子，连一生都是影子。影子，若是想走到阳光下，便只能消失。你们终将会失败的。真是无畏气。苏梦远，今天我们也算是大获全胜，我请你到碉楼小筑上去喝上一杯。我们烧的不仅仅是影宗，还是明面上的国丈府，得立刻离开天启城才是。影子若想走到阳光之下，便只能消失。那影宗不再成为影宗，而拥有了国丈府的身份，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影子到了阳光之下？所以，义卜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不仅是在诅咒我们，也是他现今的写照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内阁放着这些，我没有看。你不是一直不记得小时候的事吗？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。以前的事儿，管他做什么。以后暗河，你我只有明天。殿下，将军，国丈府那边燃起了大火，看样子是暗河影。琅琊王呢？在风小寺遭遇伏击，不过似乎并无大碍，此刻已随青楼使李新月回城了。先退下吧。影宗果然是废物啊！本还想靠这一次，让影宗和琅琊王一派两败俱伤呢。也罢，也罢，影宗一灭，父皇对琅琊王的忌惮也就更深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我的棋局了。宇哥，哎，到底谁才是大家长啊？怎么一上来都不叫我一声啊？你们碰上的那群喽啰，如何了？昌黎他们在处理尸体，风小寺仪式结束了，七刀叔就先回去了。至于穆此林那边，他说他要先回客栈疗伤。等宇哥处理完之后，去给他把毒解了。自此之后和暗河便无任何瓜葛。好，我一会儿便去。喂，本来想先回客栈等你们的，没想到在这儿先聚上了。你又乱来。你这内力都快耗尽了，又要用我不少好药。没有乱来，尽力而为。他可以作证。啊，我……你的话我可不信。我和雪薇去昌黎那边看看，若是已经处理完成，我们俩就先回本家了。小神医，上回要杀你，对不住。无妨无妨，立场不同罢了，不必介怀，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再会，再会，再会，快滚！
不带上你的好兄弟？本就默认你同我一起去。在问卷楼中，我知晓了一切关于吴建成的任何事。得去趟家园。家园？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喝茶？东西都收拾好了？我们出来杀人当刺客，要收拾什么东西啊？狗爹先我一步回南安城了，你们怎么说？一道走，还是回安河？我有些事需要处理，等处理好了，再来南安巡审议。好。下去吧。是。陛下，这么早来巡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昨夜影宗府邸大火，国丈爷义卜被烧死了。义卜死了？是，火势非常大，整个国丈府都烧没了，死伤无数。也就是说，影宗从昨夜起便不复存在了。用做的这么决绝吗？唉，一山不容二虎。更何况，他一直都不喜欢义卜。真的是他做的吗？昨天有密报传到宫中，说他昨晚并不在自己府中。做的这么决绝，倒不似他的做事风格。可是我们的这个王爷，也和以前很不一样了，不是吗？罢了，说是失火，那便是失火了，交给大理寺处理一下。遵旨。宣妃那里知道这个消息了吗？今日一早，七皇子殿下便进宫了，现在想必宣妃娘娘也该知道了。为什么暗河会帮助我们覆灭影宗？你认为是我找的暗河？之前他们对我的刺杀都是铺垫出来的假象？不是我认为，是天启城的人都会认为影宗的覆灭与你有关，而你的那位兄长也会这么认为的。那就让他们这么认为吧。可我不认为你会选择这样的方式。所以你我会成为朋友啊？此事与我无关，可以说是义卜他自己作茧自缚。暗河的苏昌河和苏沐雨都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他们说要改变暗河，我觉得这不是大话。他们已经斩断了身上所有的丝线，不再是别人手中的傀儡，剩下的枷锁就只是人言与偏见了。可这才是最难的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苏沐雨，苏沐雨，咱们一起去听曲儿啊！苏，啊，此去一别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回天启城。希望再次回来之时，能真正心无旁骛地走在长街之上吧。是心无旁骛的走在月光之中吧？那是你父亲所想。你这个臭小子，又在开这俗的玩笑。张和，我们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理想吧？你那也叫理想？别人的理想都是当为国为民的大将军，或者是拯救苍生的剑侠客。你，唉，你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啊。那你呢？你的理想可以被称为理想吗？那是自然。我不仅要带领暗河躲到那阳光之下，
我更要成为那光芒。好，那我便做你的剑。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，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不舍的沉淀，漫漫长夜中寻觅，挣扎痛的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如同宿命随波蜿蜒曲折，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心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园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花木回绝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倾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。63号。谁惹了木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
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活走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气。那便来吧。八节制，刀剑合适，攻守皆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一二入局。我为尔。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有生于世，下残风冥冥中汹那我走了。回头望云都乱岗，闭上眼，跃然纸上，破阵之口。天地长空，任空出世，扭转乾坤。风风雨笑，自力更生，走在我脚下，我不寻根。借一生不爱也不恨，经历穿越大河，众生一月的人们的泪痕。你留了珊瑚中身份，请忘记我是谁，寂寞也是我们。三五一生，世纪将我持群翔，向这里出滔滔，而雷不化东风，起此反风，凌厉剑真高，将走北风，光临宁千万顷，一流水沙背负来，让心了几万里。刀光剑影出鞘，一破好人仰天长啸，手如履薄冰，谁弹起恨你，传至光明，无悔脚下不胜履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
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，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资格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醒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难道你们暗河就是人家长？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
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哎呀，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，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驾！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长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
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墨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的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
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使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校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娄虚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的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，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急！
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小堂冠绝榜上数一数二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穆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
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。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下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了。别乱动！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天阳精明。